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Doc Eric。如果你今天早上打开电脑准备上班，结果突然间发现很多网站都一片空白，是不是以为 WiFi 坏了？结果一看新闻是 Cloudflare 崩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今天的市场也跟 Cloudflare 一样，那这场集体宕机的幕后真相其实很清楚。科技股大幅下挫，AI 情绪降温，核心巨头呢集体喷嚏了，加密货币自由落体，宏观不确定性最终端出了一份市场冬季限定套餐。好了，不废话了，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复盘。今天的三大指数是这样走的：道琼斯下跌超1%，标普500跌破关键均线支撑，下跌超0.8%。纳斯达克指数呢，科技带领跳水，全场领跌约为1.2%。那指数为什么这样皮呢？因为今天的主线只有3条：第一是科技股系统性回调，第二是 AI 板块遭遇深度质疑，第三就是资金开始从高估值资产撤退。那这3条主线像一个连环套餐，一下把大盘打得找不到北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欢迎你加入我们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想在这个市场不当最后知道的人，而是最先看懂的人，记得现在就点下订阅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点赞。那我们言归正传，今天 AI 板块的下跌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这一次板块回调呢，背后有5个强烈的信号。第一个就是科技巨头 AI 债务暴涨，从而导致的市场开始紧张。你以为 AI 是未来，华尔街也觉得是未来，但是没有想到未来居然这么贵。那举几个数字给你看一看。过去2个月里，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一口气发行了约150亿美元债券，其余公司，比如说 Oracle、Meta Platforms、Alphabet、谷歌母公司，还有 Microsoft Corporation，几乎全部都在排队借钱。更重要的是，机构目前判断，到2026年，全球 AI 资本开支可能上升到约为570亿美元。那么你看，这个就不是小投入赚大钱的那种故事了，而是高杠杆加高投入的现实问题。市场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什么时候回本？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，估值开始被压缩。高投入背后，市场不再单纯相信增长能解决一切，而开始追问投入和回报的节奏在哪里。那么这个时候插一嘴，我个人的观点啊，这个不代表 AI 的投资失败，也不是科技时代的结束，恰恰相反，它说明 AI 已经离开幻想阶段，进入了兑现阶段。那么，对于像你我这样的中长期投资者而言，这是一种提醒，在持有科技或者是 AI 板块是没错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只盯投入多，更要盯回报节奏加杠杆风险加上债务成本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说，今天最恐怖的不是股价跌，而是谷歌的 CEO 皮查伊亲口说，科技行业在 AI 投资上可能已经有些过度。要知道，CEO 通常都是未来无限广阔，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那一套话。但是今天他们居然喊话，大家冷静点儿啊！那这句话直接让整个的 AI 板块心态破防了。接下来的这个原因呢，就是今天市场上最魔幻一条新闻：英伟达、微软、Anthropic 3方宣布了高达300亿美元的超级合作。那按照正常世界的逻辑，这种级别的战略绑定，股票应该直接冲天，对吧？但是今天的市场告诉你，逻辑这种东西，只要遇到资金风险偏好下降，随时可以不讲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涨跌幅。英伟达盘中跌幅约为2%到3%左右，微软跌幅为2.7%，Anthropic 没有上市，但它是这次新闻的主角。好，现在还是那个问题，明明是利好，为什么市场给了负反馈？那么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条新闻，它的核心内容有3条。第一，Anthropic 承诺向微软 Azure 购买高达300亿美元的 AI 计算能力，这是史上最大的单一算力采购承诺之一，等于是从现在到未来几年，Anthropic 的模型训练、推理运营全都在 Azure 上。第二，英伟达向 Anthropic 投资最多约100亿美元，这个意味着英伟达拿的是战略股权加未来算力绑定。你可以理解为，我投你，我也顺便锁住你未来的 GPU 需求。第三点就是 Microsoft 自己也要向 Anthropic 投最多50亿美元，让整个局面变成 Azure 是基地，英伟达是芯片，Anthropic 是客户加模型方。那行业3大势力深度绑定，但是今天市场给你来了一个利空里的利空。因为在当前的市场情绪紧张的时候，大部分投资人看到的不是未来的增长，而是眼前的4个字：钱从哪儿来？我们来想一下，Anthropic 要花300亿买算力，英伟达要投100亿，微软再投50亿，再加上过去2个月整个科技板块债务急剧上升，亚马逊借了150亿，Oracle、Meta、谷歌、微软全都在借。
借钱扩建数据中心、建算力、建基础设施。那你把这些拼起来，市场立刻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个是 AI 大投资周期的巅峰时刻，但不是回本周期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投资人不是看合作内容，而是看三个风险。风险一是前期投入太大，盈利兑现周期拉长。300亿的合作在收入表上不是一次性回本，训练成本、基础设施折旧、算力部署、模型迭代，短期只能看到现金流压力。风险二是 AI 估值已经很高，再来大投入，那就会导致估值压缩。现在市场奖励的是谁能先看到回报，而不是谁花钱多。风险三是明天呢，英伟达要发财报，市场提前避险。大家现在的心态是我不管合作有多好，那财报之前我先下车。所以说，英伟达跌了，微软也跌了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这条新闻不是利空，它是市场心态脆弱时的放大器。合作没问题，是市场的问题。那么总的来看，这次合作长期看是无敌强，但是短期确实是压力山大。英伟达和微软的战略榜单会让这两家公司在 AI 基建、AI 模型供应链、AI 推理端全部锁死未来3到5年的增长方向。但是市场就是这样。那么今天 AI 板块集体回调的第四个强烈性是 AI 龙头估值太高了，导致资金开始绕路。比如说，英伟达明天要发财报，微软、亚马逊被投行下调评级，AI 软件股估值过高。那 Palantir 呢，前瞻市盈率高达了178倍。那么当估值太高，加上债务太大，加上投资周期太强的时候，资金是最先逃离 AI 的。第五个信号就是整个市场的逻辑已经从奖励增长变成了惩罚开支。过去一年是谁投钱多，谁涨得快，现在是谁花钱多，谁先挨打。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密码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板块的大事件。首先是谷歌 Alphabet，今天全场呢是最不慌的那一位。首先是谷歌获得了最强认证，就是伯克希尔第三季度买入了谷歌。其次呢是皮查伊，虽然才对 BBC 警告整个 AI 行业可能是 overshoot 了，但是呢，谷歌本身的基本面稳得可怕，广告现金流稳，Cloud 越来越强，成本结构可控，甚至连 AI 投入也比其他几位同行克制得多。然后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磅消息，谷歌突然发布 Gemini 3。那么 Gemini 3强到什么程度？大规模推理题库达到了最高难度钻石级别，成绩为91.9%。它的 LM Arena Elo 分数评分为1501分，排名登顶。这个 Elo 分数越高，代表的是综合模型对战能力越强。另外，在多模态推理、专业题库、多任务问答等多项基准测试中全面刷新纪录。这是谷歌最近几年最强的一次技术反击。在全市场恐慌科技债务、担心 AI 资本开支回不来钱的时候，谷歌用一份纯技术成绩单告诉你，我们不是靠砸钱，我们是靠真实力。谷歌股价稳，因为它既没有太夸张的资产支出，也没有太夸张的杠杆，反而刚刚放出一个能够撑住未来2年蓄势的模型，这个才是投资人最想看到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亚马逊，你看它今天的股价跌了4.43%，可能会忍不住想问，这是做了什么？怎么跌得比纳指还难看？答案很简单，Amazon 开启了大借款模式。根据 Market Watch，Amazon 通过6部分的债券发行方案，一口气融资150亿美元。注意，这个规模比原计划的120亿又更大，其中最长的债券期限是40年，最终收益率接近5.6%。那这个可不是便宜的钱了，这是什么信号？让我们来拆开看。首先，债务规模如此庞大，说明亚马逊正在为 AI 基础设施扩建、数据中心建设、算力布局加速出招。其次，收益率5.6%是不错，但是相比美国国债10年期约4.多%，加上技术公司信用溢价，这个说明市场虽然愿意借钱，但已经开始对高估值、高资本开支警惕。因此，市场发出了2个我有点慌的这个信号。第一个就是大模型公司借债扩张已经不再是自带安心的标签儿，而是变成了借太多、风险太大的讨论话题。第二个就是债券市场里面信用利差正在扩大，意味着投资人要求更高的补偿，以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。那么作为今天大盘复盘的一环，这条新闻有2大冲击。第一个就是它直接打开了科技 AI 板块，被视为输入成本上升、债务杠杆加大的信号。第二个就是它改变了资金心态，过去大投产、大增速能够一路获得市场青睐，而今天你先借那么多，我要看看你真的能变现才行。
从这条新闻就能够发现，亚马逊的债券发行说明了 AI 基建赛道已经不是溢价的故事阶段，而是进入资金流入、借款成本、回本周期的这个现实的对冲阶段。那么，如果你手里还握着科技或者是 AI 板块，这条新闻其实是在提醒你，投资组合要评估债务和资本开支的风险。而且，科技增长依然是有空间的，但是快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，稳和回报开始被量化。再来看一下 Palantir，跌幅超过了2.2%，它的股价跌破了50日均线，并且已经逼近100日均线，技术面看起来非常危险。因为呢，AI 热度下降导致了估值压力巨大，而且 Palantir 的前瞻市盈率达到了178倍，而标普500只有21倍，投资人开始怀疑它的估值到底还能不能撑住。更爆的是，Michael Burry，就是大空头里的那一位，公开持有价值9.12亿美元的 Palantir 看跌期权。同时，他还发了一句特别 Burry 风格的评论：做多 Molina Healthcare 加做空 Palantir，就像花生酱配香蕉一样。意思就是这组合看似奇怪，但是对于他来说太合理、太顺眼了。那投资人听完瞬间心态崩掉了，连 Burry 也开始做空 Palantir 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密货币，比特币跌破了9万美元，创7个月的新低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极度的恐惧情绪回归，而且它的市值蒸发超过1.2万亿美元，技术面破位，再加上投资者转向了更安全的资产。那分析师甚至说，下一次底部可能在2026年10月。Tom Lee 则坚持，加密市场的下一次周期高点还有12到36个月。所以说，对于加密货币来说，它的短期是很艰难的，但是牛市周期并没有结束，只是进入了深度调整阶段。那么，如果用4个字来总结今天的宏观环境，就是风险溢价。当风险溢价上升，市场永远先砍3类股票：成长股先跌，高估值先贵，AI 先挨刀。而今天呢，让市场喘不过气的主要原因，其实就2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原本大家期待的就是12个月能象征性降一次息，但是最近的数据、官员的讲话、债市定价，全部都在说同一句话，没那么快。那预期降息掉下去会怎样？债券收益率下不来，企业融资更贵，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开支压力更沉，折现率上升，高估值最先被砍，市场从讲故事模式瞬间切回按计算器模式。另外，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明确确认，9月 PPI 将在11月25日发布。为什么市场会这么紧张呢？简单讲一下这条宏观连环反应。如果 PPI 的话，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来了，那就代表企业的成本在往上顶。企业成本一升，CPI 很可能会被顺着往上推。CPI 一旦被推高，美联储就没有办法轻易降息，只能够继续拖。而降息一拖，折现率就降不下来，科技股的估值模型全部就得重新算一遍。所以这是一条从工厂成本一路传导到股市估值的完整压力链。这个就是今天大家不敢重仓科技股的真正原因，大家都在等25号那条数据落地。今天整个市场的反应看似混乱，其实高度一致，所有资产都在重新定价风险，包括 AI 的资本开支压力、科技巨头债务增加、大型合作导致的现金流压力、信息利差扩大、PPI、CPI 的未来不确定性。当这些因素叠加，风险溢价升高，市场一句废话都没有，直接砍成长股。而在过去2年呢，市场给 AI 的估值靠的是想象力，但是现在的市场更关心的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那句话：你花的这些钱什么时候能赚回来？这个就是最近科技巨头集体承压的真正原因。短期来看，风险溢价上升，PPI 数据临近，再加上英伟达财报前的避险，科技股和 AI 板块的波动还会延续。但是中长期的方向依然很明确，AI 不是泡沫，它是从狂飙阶段迈向兑现阶段，能证明 ROI、能落地商业化的公司会在下一轮周期里脱颖而出。那么最后提醒大家，这个不是投资建议，科技股波动会很大，尤其是在高利率、高杠杆的环境下，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。看到这里，也请你一定要给我们点一个赞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这里是 Money Doc Eric。